老爷子，您这一点番茄沙司都没用啊？那是新派炒法。要是遇上年轻人、外国人，点这道菜的时候可以加点，是吧？遇上这样的吃主，完全多余。想干好这一行，必须得弄清楚这吃主是哪儿的，还得弄清楚他的口味有什么要求，因人施异。给他端上去吧。哎，爷爷，您做菜忒麻利了。你看，这闻着这么香，做的也真好看。走吧。哎，等等。尝尝。这菜您还满意吗？这是刚才那厨子炒的。这您就别问了，您就说这菜合不合您的口味。这回啊，不光味道对了，这色儿也漂亮啊。红的是辣椒，白的是花生米，这鸡丁是又嫩又滑，咸甜酸辣恰到好处。这真是特一级厨师的水平啊！那就是说，您满意？满意，没得挑了。我跟您实话说啊，我吃了几十年的宫保鸡丁，吃到这么地道的鸡丁的时候还真不多。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那您老太太的宴席就定这儿了。得嘞。爸，您还亲自动上手了，没累着您吧？哎呀，我看这架势啊，我不动手也不行了。凤儿，感情你们这儿大炒勺，我还抡得动。爸，您这稍一动手就帮我揽一寿宴。嘿嘿，老爷子，您说2遍，还不得您亲手做1遍呢？这道菜我算是看明白了。是啊，爸，您就算教我们，偶尔也得亲自动动手啊。你看杨师傅学得多快呀，您一上手我们就会了。凤儿，差不多行了。老太太还嘱咐我不让我动手，说不明白的时候我也着急，还不如给你们示范一下呢。是。行了，就那么着吧，我得回来。对，赶紧回家歇着吧。好嘛，大炒勺都抡上了。慢慢吃啊。哟，哎，没想到今天还真碰上一吃子。哎，回家了，您这。哎，回家。爸，您慢点走。哎，爸，您回家眯瞪会儿啊。服务员，都过来，这道菜还是没法吃。没事，我瞅瞅。王老师，你以为剃个秃瓢我就认不出来了？斌子，你才认出来啊？早看出来了，不愿意揭穿你，跟我抖团呢。王哥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凤儿，我今儿演的还成。当然成啊。不过实话说啊，这庄老爷子这手艺，我想不夸他2句都不成。吃个宫保，这太棒了。凤儿，感情这位是？啊，杨师傅，这个是。哟，杨师傅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您做的菜也特别好吃，这不都是凤儿安排的吗？王哥呀，是我们老熟人了，是住在西单那块的。当年在西单练服装的时候，这老帮菜啊，没少占我便宜。
这斌子怎么说话呢？当年我帮你的那些事儿你都不提呀？谁帮谁多呀？矫情，他忒矫情。凤儿，你这心思可算是动到家了啊。我不是没辙吗？老爷子怎么都不亲自上手，我也没辙呀。媳妇儿，老板没当2天，学会抖小脏船了啊？谁抖船了？这是证明呀，我了解我们家老爷子。你呀，跟我学学吧啊！学会了。回来啦！我本是王刚，还唱上了，有什么好事啊？把你美成这样。今天要不是我呀，一桌酒席的订单就跑了。看把你得意的，跟我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天呐，有一个试吃的吃主，嫌老杨那菜做的不好，我就把那菜啊又做了一遍，客人呐还挺满意。是吗？你这就给凤儿颠上炒勺了？也算对得起我卖的这把子力气。哎，伺候的这位爷呀，还真是个吃主。这个客人呐，还吃得出，哎，我菜炒得好。不过我这是跟你说，他那灶我使不惯，那火候太大，那肉丁稍微有点老。不过大概其还生说得过去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随便一炒，就比杨师傅那可强多了。要我说呀，那个吃主也是个二五眼。哎，你可答应我的，你这么快就开戒了？哎，我说老婆子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，能有地方卖点力气，这不是坏事。你就逞能吧，等着老大和你闺女数落你。芙蓉鸡片啊，最关键的就是油温。把这鸡腻子下到油锅里，油温低了，啊，它不成片膨不起来；油温高了，它就糊了，啊。现在好多厨子呀，为了掌握油温，哎，他们用那种特制的温度计。你们也可以这么干，我呀全是凭感觉。哎，用手贴一贴，就能大概其知道这油温行不行。哎，这油温差不多了，再开始烹饪，好吧？
哎，你选这地方挺高级啊。这儿环境好，关键是啊，我觉得这儿牛排特别好吃啊。走。菜单给我。志存，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？300多一位啊？不是，那你们这还收服务费呢？那够贵的。行了，又不让你出钱，你都请了我好几次了，总该让我表达表达啊！你看看，这我也不大会点，还是你来吧。要一个鹅肝沙拉酱，还有你们这儿的那个招牌牛排啊，提拉米苏。再来一个香颂玫瑰露。好的。你跟我一样。啊，对，一样啊，一样。稍等一下。谢谢啊。糊了，爸，我是不是特别笨啊？我就纳了闷儿了，凤儿，你是饭馆的老板，你犯不着跟杨师傅他们天天跟这儿学炒菜啊。我知道您的意思，爸。您的意思是我又不是专业的厨子，我没有正规的厨师证，然后只是兴趣爱好，做不了什么事儿，是吧？你在家里啊，偷偷跟我学了点手艺，可是你会的只是家常菜，离专业厨师还差着一块呢。哎，你啊，你就听我的，你一心一意，当好你的老板，这就很不容易了。可是爸，我爱做饭。哎，要不咱俩打一赌？打赌啊？打什么赌啊？我赌呀，2个月之内可以拿到正式的厨师本儿。是吗？啊，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吧？你要不相信，你好好教我，咱们试试啊。行了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凤儿啊，一时半会儿，恐怕你是不打算让我回家了。哎呦，爸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您要是身子固定不住了呀，或者您不想来了，谁能强迫您啊？那倒是。不过我就怕你呀，不管怎么忙活啊，也是白费力气。这个馆子呢，也是不见缓。爸，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啊。有话就说。我是觉得我们这菜吧，再改良吧，这饭馆也提高不了档次。但您是马汉宫廷菜的大厨师，您要不教我几道宫廷菜，这样我们馆子就能提高一个档次啊。不是，你可真敢瞎琢磨。就这么一个胡同里的破饭馆儿，哎，这是做宫廷菜的地方吗？哎呀，您不是也说嘛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嘛。不是，我知道您的手艺不传外人，可是我不是外人啊，我是您的儿媳妇儿，是您孙子的亲妈。可是你这巷子也忒深了，这宫廷菜可不是一般的菜，这地方肯定做不了。你也别瞎琢磨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了。我就不相信做不了。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尤其是牛排，
这种高档的地方来的真不多。是吗？我觉得你挺有生活品味的呀。啊，这个想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，还是要跟自己的经济收入挂钩。嘿，那小小他妈呀，倒是经常带着小小北京各大高档餐厅胡吃海塞，哎，回回没我的份儿。哼，看这意思，你还挺怀念你前妻的。你还想着跟他一块儿共享天伦之乐呀？哎呦，我就顺口这么一说，我可没这意思啊！我现在看着他都烦，还共享天伦之乐呢。志存，咱们俩也共事了快5、6年了吧？啊，6年。哎，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！是啊，时间催人老。咱们都不年轻了。其实有好多话我想了很久，想跟你说。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那你说。啊，你先说。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啊。咱们一块儿工作了5、6年，这段时间我们又一起深入沟通了一下。我觉得你特别的踏实、诚恳、真诚。虽然有些小毛病，但我不在乎。志存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进一步交往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哎呀，刘芬，其实这些话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这个人吧，善良、温顺，最主要善解人意。我这人也挺喜欢你的，还问我什么愿不愿意往进一步交往？这肯定愿意啊！我不愿意。哎，小迪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来了不是一会儿了，咱之前不是说过好多次吗？我长大了能养你，不用您去找别的男人依靠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什么您不知道吗？您也甭说了，我也不打算再听了啊！我跟您说，今天我在这儿，不能让您干出对不起我爸的事儿来。你爸已经走了，他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你。哎，妈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妈，哎，你不回去啊？你不回去，主任，你不回去。回家找你算账。哎，刘芬，对不起啊，我这儿子从小被我惯坏了，哎呀，实在太不像话了。我们家那个丫头啊，也够分。你不知道，小弟这个孩子从小对他父亲感情深，他爸走了以后，对我依赖又太强，所以。哎呦，这怎么听着，你这儿子是不是有点恋母啊？也许是吧，反正这几年，不管我跟谁交往，他都反对，还说妈，你别嫁人，以后我养你。你看，我的分析是正确的，你这儿子确实有点恋母情节，但如果孩子这么小的话，你说，咱俩这事儿还真的挺难的。那你们家小小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挺开朗的，怎么他也反对啊？甭说，肯定让他妈收买了呗。他妈一直想跟我复婚，我不同意吗？他就去用金钱去收买他的女儿。你看小小屋里那名牌包都满了。小小啊，不会吧？我这话说回来，
就一分钱不给他，他也想让我跟他妈负责任。哎，这小小哎，嘴上说了啊，爸，我支持你追求新的幸福，这私底下净给我下绊。那你看今天直接当面锣对面鼓的，你说这丫头。那你怎么想的呀？我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一起重新开始生活。关键就看你怎么想的了。重新开始？对啊。对呀，就该重新开始。咱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小时候咱为父母活，中间为孩子活，现在就是得为自己活。对。反正我不管小迪怎么说，志存，我想跟你一块生活。行了，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。要是你同意的话，咱明天就去登记结婚。明天啊？太快了吧？快什么呀你？啊不，哎，刘凤是这样，结婚啊是件大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们家的特殊情况你也知道，老少3代住在一个四合院里，这事儿我得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行啊，你商量呗，我等你。合适的时候，我亲自上门看望2位老人。啊，你这样，容我2天，容我2天。行。哎，刚才没吃好啊，咱再吃点什么？你甭这么看我，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这非要再找一男的，这别扭不别扭啊？你这话就看怎么说了吧。其实你妈岁数也不大，还不到50呢，让她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无可厚非吧。追求幸福是无可厚非，你分跟谁？你找这么一玩意儿。哎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什么叫玩意儿啊？我爸怎么了？我爸哪儿配不上你妈了？我还没说你妈呢，满脸褶，老婆咔嚓眼的，比我亲妈差远了。哎，行，我不跟你争竞，好不好？我说错了，全当我说错了哈。不过小小，你是一点都不随意吧？依成你妈有点忘。什么意思呀你？听不出好赖话是什么意思？夸你。你看啊，你人长得漂亮，脾气好，性格好，最重要的，透着那么一股子有文化的劲头，这就不容易。哎，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出我脾气好呀？嘛呢？你这儿想泡我呀？泡你，这话说的就不上品。我看你整个一文流氓，穿的挺斯文的，这满肚子花花肠子，遗传你妈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有话好好说啊，说话注意分寸。你说我行，别扒着我妈。得，我在这儿跟刘芬阿姨道个歉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但你呀，怎么了？你，算了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哎，你。哎，我，服务员，结账，3桌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啊，妈，您分析的太对了。我当时要是不及时冲上去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这俩赶大庭广众之下就奔上了，你信吗？我信。哼，你爸这人呐，干得出来。关键你最可气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说你好就好吧，你直接说我爱你也行。嘿，非得呀酸文假醋的跟那儿聊什么啊，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啊，咱们就深度交往吧。哎呦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恶心死我了！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我说我不同意啊，我给搅局了，我把那刘芬啊给气跑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好闺女，妈没白疼你。说想要什么，妈给你买。这先搁一边吧。现在啊，这已经不光是您的事儿了，更可气的是那刘芬那儿子，
哎呦，就他那儿子跟那苍蝇似的，那么恶心。就冲以后我不能再见着这小子，我也不能让我爸跟刘芬好。对，你做的对，妈支持你。哎，后来你爸呢？我爸追出去了呀。追出去了？嗨，我不是被那个苍蝇给缠住了吗？拉了个空。哦，哎，闺女，妈跟你说啊，你爸这事儿啊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你爸这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就是那种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的人。所以啊，这件事儿呢，你千万不能太压着他，这样呢，他就有逆反心理。对付你爸呀，一定要讲究策略和方法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说你现在分析的头头是道的，那当初你天天跟我爸吵架的时候，怎么不讲究方式方法呀？哎呀，那会儿妈不是当局者迷吗？行了，您甭管了啊，反正我自有分寸。一句话，想跟那刘芬好，这关打我这儿就过不去。好，这妈就放心了。小小，啊，嚯，专卖店给你买的。行，放那儿呗。不是，拿出来看看，喜欢不喜欢啊？爸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东西。行。哎呦，打开。这，哎，人售员说了，这是经典款，说这新款年年都出，年年都换，没有这款永远不过时，价格店里最贵的。不错。不错就得了。带上给爸看看，这爸花那么多钱呢，你快点！爸，你怎么这跟唐僧似的呀？我还没念叨呢，我这成唐僧了。我要真是唐僧，我先是给你念咒，快，带。哎呦，行吗？好看，没有花钱的不是。干嘛呀，爸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嘿，我这姑娘长得这真好看，得好好看看。怎么了呀？爸忽然间看着你，想起你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。哎呀，你刚出生的时候5斤多一点，哎呦，成天就知道哭，弄得我跟你妈成宿睡不了觉，为你着急。嘿，你说一转眼，嘿，大姑娘了。爸，我知道，您跟我妈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，以后我会对您跟我妈好的，放心吧啊。不用，你只要自己把自己照顾好，别让我再替你操心了就成。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我把我自个儿照顾好就行？啊？哦，合着您的事儿不让我瞎掺和了呗？哎，这孩子，嘿，我是这意思吗？怎么那么多心眼儿啊你？嘿，行，这个我先给您放这儿了。不是，哎，家里杵您这么一福尔摩斯，我这心眼能不多吗？都是被您给练出来的。哼，嘿嘿，成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咱爷俩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行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跟你刘芬阿姨的事儿，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不同意的态度呗。哎，姑娘，你说你爸都当了这么多年，是吧？
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个对心思、对眼神的，多难啊！是不是？啊？不是，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刘芬阿姨招你了？爸，这不是招没招我的事儿，甭管他是谁，刘芬也好啊，张芬、李芬、徐芬，什么芬都不行，能跟你复婚的就一人，那人叫陈慧欣。啊，除了他想当我后妈，门儿都没有。不是你妈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这么帮她？哎，怎么能这么说？什么叫给我好处啊？您这说话也太没意思了。没给我好处，不是他给我好处，那能叫给好处吗？她是我妈，不给我花钱给谁花呀？主要是，您看我妈这几年这态度转变的，她也后悔，一个劲儿来追您来，又忏悔。我都原谅这个抛弃我的妈了，您怎么就不能跟她复婚啊？我怎么不能？因为她伤了我一个男人的自尊。当年，她嫌我穷，嫌我没钱，把咱爷俩一扔，直接嫁了一大款。你知道当年我怎么过的吗？啊，我在咱院，在咱这片我在单位连头都抬不起来啊！我老觉得有人拿手指着我鸡蛋骨说：“哎，你看那傻帽，哎，老婆跟一大款跑嘞！”哎呦，当年我死的心都有。那现在你妈知道后悔了啊，知道我好找我来了，早干嘛去了她？我凭什么呀？所有的好事都是她的，她把我当什么了呀？哎呀，您这说的这个，您跟我妈当时离婚是因为这个吗？甭管因为什么，反正是她对不起我。对，没错。就算她对不起您，是吧？给您伤害了，但您想啊，您看我妈现在一个人，她也挺惨的。她在这世上，就咱俩是她亲人了，多孤单呀！您就当可怜可怜她，对吧？您也可怜可怜我呀！哦，给我找一后妈，我天天跟她过日子，我也惨呀！我爷爷奶奶还不同意呢。嘿，丫头，别拿后妈这跟我说事儿啊！嘿，这搁以前，您这岁数早给别人当妈去了，还跟我一块过呀？切，你就像是你妈。唉，丫头，我跟你妈的事儿别掺和，你爸心里这道坎儿过不去，真的。我也不想啊，今后能得你多少福多少吉。爸就求你这一回，我跟你刘芬阿姨这事儿，你别管了，成吗？你早点睡吧。
哎，小小，你爸回来了吗？啊，回来了。怎么了你？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你爸又骂你了？没有，我没事儿啊。哎，你爸回来跟你说什么了？妈，你当年可真把我爸伤得够深的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现在不是后悔了吗？你是后悔了，可你想让我爸原谅你，哪那么容易啊？小小，你刚才你还眉飞色舞的，怎么这一转眼你态度就变了？是不是你爸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挺心疼他的。那你也得心疼你妈我呀。我心疼啊，你们俩我都心疼，所以我说这事儿我怎么管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向着谁都落埋怨，你们就顺其自然吧。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！你要是不管了，妈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您放心吧啊，我该给您通风报信还是会通风报信。您让我劝我爸，我也劝了，是吧？那没戏呀。小小，妈理解你，我知道你也挺为难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您从我爷爷奶奶那儿下手啊，他们二老一直支持您，我觉得您应该从他们那边下手。对呀，妈怎么没想到这个？行，我回头想办法啊。行吧，我困了啊，睡了，拜拜。好，赶快睡吧啊。妈，我一会儿弄完花瓣，我来泡这荷叶吧。行。这花别泡太久了啊，去了色就得。您回屋歇着吧，我帮爸就行。行，那你们忙吧。你歇着。王凤啊，哎，那个荷叶鸡、荷叶肘子那些料都准备好了吗？那个鸡我都喂好了，肉也切好了，就等着上笼屉蒸呢。哦，那个团圆饼啊，那面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您稍等，在这儿呢。爸，您看一下，有没有发好？还行，今年我们是不是又得做8层啊？哎，得做9层。我们不是才8个人吗？哎，我徒弟大卫，异国他乡的，在咱们中国过中秋，别慢待人家。师傅，哎，你今儿忙活什么呢？哟，怎么泡这么多花啊？今天中秋哪儿都甭去啊，到大爷这儿来吃饭。哎呀，让你好好尝尝我们北京人中秋的花菜。哟，那太好了，师傅，我又能尝到您的美食了啊！哎，您说，我能帮您干点什么呢？行了，你别跟着裹乱了，你出去玩去吧。别介呀，您是我师傅啊，我说过，您什么手艺我都想学啊。哎呦，这个还真没法教，走你的吧。去吧，去。好吧，那您辛苦了。对了，这个有一个小意思啊，我就行，这没地儿放，你放桌上去。行，那我过去了啊。辛苦了。放好了叫你啊。哎。
茶海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茶海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轻轨衔接上了地气。是茶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是茶海，是茶海。我探寻你漫长的轨迹，一步一个天地，越来越觉得你简直就是传奇。是茶海，是茶海。我庆幸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